我见过最疯的日剧就是这部了，4个大人带3个高中生。故事从一个怪家庭开始，女孩小花从小生活在被黄胶带分割的家里，胶带外是她和妈妈的温暖小天地，胶带里是爸爸的孤独领地。爸爸不能越线，更不能和妈妈小花说话。小花一直不懂妈妈为啥贴胶带，直到18岁生日前，她决定揭开这个家庭秘密。最快的方法是直接问，但小花不敢问暴躁的妈妈，偷偷去问爸爸。爸爸说他也不知道，他猜测可能是他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伤害了花妈。既然小花问了，爸爸觉得该和妈妈谈谈了。可他刚开口就踩到黄线，妈妈瞬间爆炸，把他赶出门。小花见此情景，也只能自己去解开这个谜题了。被赶出的爸爸在桥上难过，新邻居沙椰子以为他要自杀，耐心开导，还带他回家。在沙椰子的温柔攻势下，花爸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。他打开心扉，把家里的事情全部告诉了沙椰子。沙椰子温柔地劝他抛弃那个冰冷的家，来到他身边，说他家正好缺个爸爸。爸爸被这突然告白吓跑。另一边，沙椰子的儿子小光转学到了小花的班级。小光来学校报道的第一天，班里的双马尾校霸马尾妹对他一见钟情，可小光却注意到了小花，两人因为都喜欢解谜游戏成了朋友。小花对小光有种莫名的信任，没多久就向他透露了家里的谜题。好，决定了，一起解开这个谜题吧。两人放学后马上行动，他们设计让花爸花妈在餐厅见面，然后偷听他们的对话。夫妻俩来到餐厅才发现中了小花的计，但都来了，就干脆聊聊胶带的事。胶带和花爸房间里的那张照片，都是对花爸的惩罚。花妈又问花爸是否记得那件事后说过的话，花爸一脸懵，显然毫无印象。花妈气得头也不回就走了。小花第一次听说爸爸房间里有照片，显然花妈说的那件事和照片是解谜的关键。于是小花决定趁着明天妈妈去学校找班主任面谈时，去爸爸房间看看那张照片。花爸被泼了一身果之后，又遇到了沙椰子。沙椰子知道花爸现在很脆弱，因为他白天看到花爸被花妈泼水，于是他趁机抱住了花爸，一顿安慰。失落的花爸对沙椰子的温暖怀抱没了防备。沙椰子心里暗自得意，因为他早打定主意要把花爸抢来做老公。第二天，花妈去学校面谈，小花马上跑回家找照片。花妈和小花的班主任豹哥见面了。豹哥对花妈一见钟情，强行加入剧情。为了多和花妈接触，他故意提到小花有早恋的迹象。花妈一听早恋2字，立刻冲回家打算质问小花。小花在爸爸房间里找到了照片，那照片看着是一家3口的合照，但仔细看，妈妈左边好像被剪掉了一块。听到妈妈上楼的脚步声，小花赶紧拿出手机拍下照片，然后迅速放回原位，悄悄溜回自己房间躲起来。花妈没找到小花，就下了楼。这时候豹哥来家访，说要继续聊聊小花早恋的事。豹哥一进家门，看到满地胶带就兴奋了，觉得这里有种不幸的氛围。他告诉花妈，小花在和沙椰子的儿子小光交往，不过他让花妈别担心，他会一直支持她。花妈很感动，马上向他要了沙椰子家的地址。豹哥走之前，偷偷在沙发底下装了个监听器，有了这玩意儿，他就能更方便的接近花妈。小花回来后，花妈直接拉着他去了小光家。小花一脸懵，花妈当着小光和沙椰子的面警告小光别再靠近小花，然后强行拉着小花就走。小花特别讨厌妈妈这样自作主张，于是甩开妈妈自己跑了。沙椰子随后把花妈上门的事告诉了花爸，花爸很担心小花，到处找她。小花躲在了附近的神社里，没多久小光就找过来了。小花把爸爸房间里的照片拿给小光看，照片背景是一座神社，要是能找到这个神社，说不定就能知道当时发生了啥。可全日本这么多神社，根本没法找。小光提议不如直接回家问花爸，于是两人一起回了小花家。正好花爸也回来了，小花直接拿出照片问花爸照片上的地方。花爸看到照片，眼神变得闪烁不定。这时候花妈也回来了，她已经找了小花一个下午，急得不行，一看到小花就给了她一巴掌，打完又后悔，气疯了，又把花爸赶出家门。豹哥在外面偷听到这家人吵架，兴奋的不行。沙椰子带他回家喝酒，被小光撞见。小光看到花爸很震惊，但为了沙椰子的幸福，他识趣的去地铁站露宿街头。花爸想回家跟沙椰子聊了几句，沙椰子开始卖惨，拼命挽留。他说他瞒着小光在网上做擦边主播赚钱，心里的苦没地方说，只想让花爸安慰一下他。花爸最终还是没守住底线。小光在地铁站过夜，意外收获了重要线索。他在地铁站的传单里发现了一座神社，和照片里的神社一模一样，而这座神社居然在动物园里。小光把这个发现告诉了小花，两人第二天就直奔动物园。不过
小光没把昨晚看到花爸的事告诉小花，他们很快找到了照片里的位置，正高兴时却被马尾妹撞见了。马尾妹嫉妒小花和小光在一起，为了赶走小花，她让手下诬陷小花尿裤子。小花一生气就直接回家了。花妈进来安慰小花，可她完全不理解女儿的心情，还误以为小花是和小光交往才这样。小花气得和妈妈吵了起来。这时候花爸回来了，听到女儿骂老婆，他也不问清楚，直接给了小花一耳光。小花对这两个只会动手的父母失望透顶，离家出走了。然而花妈不仅不担心女儿出走，还因为花爸为了她打女儿而感动的不行。她穿上性感内衣想修复和花爸的感情，但花爸在外面偷吃，对花妈早就没兴趣了。她穿上花妈的衣服，找借口出门找女儿去了。花妈大受打击，结果豹哥的电话就来了。豹哥在外面偷听到了他们的对话，把花妈叫到门外，一脸深情地安慰她，最后还抱住花妈暗示自己想当她的依靠。没想到两人的亲密举动被马尾妹拍下来了。顺便说一句，马尾妹其实是豹哥的女儿，两人是一对变态父女组合。小花从家里跑出来后到桥上大哭一场，关键时刻小光出现深情安慰。小花说她现在很矛盾，她想解开家里的谜题，但又怕解开后家里会分崩离析。小光鼓励她别逃避，自己会陪她一起面对一切。说完还给了小花一个深情的吻。得到鼓励的小花又来到花妈房间找线索，在花妈枕头下发现了一只小男孩的鞋子。小花震惊的同时，脑子里开始浮现小时候的模糊记忆。她记得家里好像还有一个孩子，于是她马上去户籍科查看自家户口，果然发现户籍上有个和自己同一天出生的男孩。小花立刻拿着资料回家质问花妈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花妈说那是小花的双胞胎哥哥，在他们3岁那年，一家人去动物园玩，结果哥哥在那天走丢了。警方在动物园附近的河边发现了哥哥的鞋子，哥哥被定性为溺水身亡，结了案。但花妈没看到尸体，不愿意相信孩子就这么没了，于是她每天上街发传单找孩子。花爸不忍心看她难过，就说了一句：不是还有小花在吗？花妈听了这话气得不行，从那天起就在家里贴胶带惩罚花爸。小花想看看哥哥的照片，花妈说她怕难过，早把照片扔了。爸爸房间里照片被剪掉的那部分就是哥哥。花妈说完整个人崩溃了。小花也很难过，没想到连哥哥的照片都见不到。花妈难过时又被豹哥监听到了。豹哥作为老师，不上班不教书，天天蹲在别人家门口偷听。他把花妈约出来一顿安慰，脆弱的花妈在他怀里哭得稀里哗啦。豹哥这下更来劲了，决定加大招数拆散花爸花妈，把花妈抢过来当自己的老婆。小花和妈妈难过的时候，花爸在外面和沙椰子搞不伦，结果花爸在家里打电话约沙椰子去酒店，正好被豹哥偷听到了。于是豹哥马上跟踪他们，来到酒店还拍了照片。之后他找到沙椰子，威胁他帮他一个忙，不然就把他出轨有妇之夫做擦边主播的事告诉小光。沙椰子被吓惨了，连连答应。豹哥想让沙椰子配合他拆散花爸和花妈。说完，他把沙椰子和花爸去酒店的照片发给沙椰子，照片上沙椰子没露脸。豹哥让沙椰子用这张照片去挑拨花妈和花爸的关系。沙椰子一听，当然立刻收下照片，答应了。小花回过神来，告诉小光自己有个双胞胎哥哥，但他想放学后再和小光细说。两人一起去学校，迎面撞上了马尾妹。马尾妹热情地和小光打招呼，却被无视了。为了引起小光的注意，马尾妹想到了救赎的套路。她找到豹哥，问他要小光的把柄。豹哥担心他惹麻烦，不肯说。马尾妹就甩出偷拍的豹哥和花妈拥抱的照片威胁。豹哥没办法，只好告诉他，小光的妈妈沙椰子是擦边主播。小光回到家才发现手机忘在学校了，他让小花在家等他，他要回去拿手机。其实手机是被马尾妹顺走了。马尾妹假装捡到手机还给他，还顺便说沙椰子在做擦边主播。他说虽然这工作不好看，但自己不会对小光有偏见。马尾妹以为小光会感动，没想到小光根本不领情。马尾妹气得不行。小花在家等小光时，沙椰子回来了，他热情地接待小花，还拿出小光小时候的照片给小花看。相册第一页是3岁的小光背着蓝色水壶的照片。小花看到水壶瞬间懵了，因为这水壶和家里那张照片上的水壶一模一样。她慌慌张张拍下照片，然后跑回家。她心里有个可怕的猜想，小光很可能就是她走丢的哥哥。回到家，她把照片拿给花妈看。花妈激动地说这个小男孩就是小花的哥哥。她抓着小花疯狂追问，这照片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小花支支吾吾地撒谎说是在家庭餐厅的传单上看到的。花妈立刻冲去餐厅找照片。花妈走后，小花在沙发上看到那张粘好的照片，
原来花妈刚把藏着的半截照片找出来粘上了。小花拿出手机对比，发现照片上的哥哥和小光小时候的照片一模一样。小花瞬间天旋地转，小光竟然真的是他的双胞胎哥哥。豹哥偷听到母女俩的对话，简直乐坏了，觉得是时候让沙椰子出手了。于是他通知沙椰子赶紧过来一起搞事情。花妈去餐厅找了半天没找到传单，只能回家。沙椰子在家门口拦住花妈，二话不说掏出那张照片，说花爸出轨了。他以为花妈会气得马上和花爸离婚，但花妈虽然很生气，眼下找儿子更重要。沙椰子心里暗自高兴，毕竟小花一家马上就要支离破碎了，他和豹哥很快都能得手。小光发短信问小花昨天怎么突然跑了，小花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他，因为他还接受不了小光就是他哥哥的事实，最后只能撒谎说不想解开家庭谜题了。小花又跑到神社躲起来，在这里碰到了来许愿的沙椰子，他很想问沙椰子关于小光的身世，但又怕一旦深究就会失去小光。这时小光又给他发来消息，小光以为小花还在为解谜的事烦恼，所以一直在想办法帮他解开家庭谜题。小花最终还是不忍心看着小光为自己到处奔波，而且他一味逃避也不是办法，于是他马上让小光到天台找他，他要把家庭谜题的答案告诉小光。与此同时，沙椰子和花爸见面，提出正式交往。花爸居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，因为沙椰子是能让他身心都得到慰藉的人。不过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。沙椰子拿出一张花爸的大头贴，开心地说自己暗恋花爸15年，终于修成正果了。花爸一惊，15年是什么意思？沙椰子展开那张大头贴，花爸发现竟然是15年前儿子走丢时他上新闻的报纸。沙椰子解释说，15年前他被前夫家暴流产了，流产后的他为了散心去了动物园，结果在动物园里偶遇了花爸一家4口的幸福画面。刚失去孩子的沙椰子非常羡慕嫉妒，结果沙椰子很快就发现有个小男孩孤零零的被抛弃了，他觉得这是上天赐给他活下去的希望，于是他就把这孩子抱走当成自己的儿子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把孩子的鞋子扔进河里，伪造死亡假象，而这个孩子就是花爸的儿子。沙椰子拿出了小光小时候的照片，花爸看到照片，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，这确实是他的儿子。沙椰子说他一直想给小光一个完美的好爸爸，思来想去还是觉得亲生爸爸是最好的，于是他就搬到了花爸家附近，开始接近花爸。花爸一听，从心理到生理全线崩溃。另一边，小花等来了小光，他拿出照片告诉小光，他们其实是双胞胎亲兄妹。小光顿时目瞪口呆，不过他马上回过神来，对小花再次告白，就算那是真的，我的心意也不会变。最终两人决定一起回家，向大人们问清楚小光到底是怎么走丢变成沙椰子的儿子的。回到家后，他们看到花爸也回来了。花爸看到小光的瞬间，全身不停哆嗦。小花开门见山地告诉花妈，小光就是15年前走丢的哥哥。花妈大脑一片空白，她上前验明正身，确定小光确实是自己的儿子。她一把激动地抱住小光。小光问花妈他是怎么走丢的，是我把你丢下的。全家震惊。花爸说小光出生后身体虚弱，经常生病，花妈照顾不过来的时候就会骂几句花爸，这就导致花爸压力越来越大，最后没生过孩子也没照顾过孩子的他居然患上了产后抑郁症。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小光带来的，如果没有小光就不会痛苦了，于是他狠心把儿子抛弃在了动物园。几天后，警方在河边找到小光的鞋子，花爸的内心终于得到解脱，因为他儿子终于死了。真相大白后，全家人一起崩溃。小花和小光对花爸失望至极，一起离开了家。花爸因为羞愧也不敢留在家里，花妈独自一个人在家消化。在外面偷听的豹哥觉得这是拿下花妈的最好机会，正当他准备上门时，却被女儿马尾妹抓包了。豹哥来到花妈家里安慰花妈，他让花妈尽情依靠自己，自己一定会成为花妈最强的后盾。说着说着就把花妈扑倒在了沙发上。马尾妹在车上偷听到这个动静，恶心到不行。两人还没正式开始，花爸就提着面包回来了。豹哥收拾衣服躲在沙发后面，不得不说这个场面实在是诡异又好笑。马尾妹眼见大战即将开始，立刻打电话给小光和小花过来观战。另一边的沙椰子也来到了花爸家找儿子。小光和小花听到沙椰子来了，也马上回了家。凑热闹的马尾妹也紧随其后。马尾妹进家门后，首先找到了监听器。她说豹哥一直在偷听他们家的狗血故事，豹哥干脆不躲了，一身肌肉加豹纹胖次闪亮登场。花爸见到他，立刻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花妈。豹哥秒懂，立刻拿出花爸跟沙椰子去酒店的照片说，你还不是背着你老婆跟沙椰子搞不伦。沙椰子不服，站出来指责豹哥，作为一个老师居然勾引花妈。豹哥回他，你不但诱拐人家儿子，还对儿子的生父出手。花妈听到这话直接瞳孔地震，她没想到竟然是沙椰子诱拐了自己的儿子。她扑上去狠狠地撕扯沙椰子，让他给自己个解释。
沙椰子说小光是上天给他的礼物，他和小光母子很幸福。可是小光却不这么认为。马尾妹说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花爸，花爸应该给全场的人磕头谢罪。花爸立刻跑到儿子女儿面前低头道歉。眼看小花和小光无动于衷，他又拉着花妈一起，希望他们一家人能重新开始。花妈果然被洗脑，拆掉胶带，一起跪在了儿女面前。小花不接受他们的道歉，觉得他们作为大人太自私冷漠，没资格当父母。随后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，我要丢弃你们。你在说什么？丢弃是什么意思？全都结束了。小花说完就带着小光决绝地离开了这个荒唐的家。马尾妹也追出去看热闹，出去之前还不忘给这4个大人拍了一张照片。小花和小光决定继续在一起。马尾妹都服了，这些人的脑回路没有一个是正常的。之后小花和小光住在了一起，组建了小家庭。